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一个抹茶味的蛋糕卷。抹茶和蜜红豆是天然的绝配，做出来的蛋糕卷不甜不腻，格外的清甜。如果要做其他造型和口味的蛋糕卷，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里有链接，可以随时的点击观看。先来制作蜜红豆，把红豆浸泡过夜，至少15个小时。浸泡好的红豆吸满了水分，稍微煮一下就很容易熟。锅里倒入少量的水，没过红豆，中小火加热，直到红豆变软，熟而不烂。加入糖和蜂蜜之后，稍微搅拌收干水分就好了。做好的蜜红豆颗粒是很完整的，口感也是实实在在的，盛出来放凉。准备4个大号的鸡蛋，大约60到65克左右，分离蛋黄和蛋白。接着碗里倒入植物油和牛奶，现在的油是浮在表面的，不断搅拌2到3分钟，充分的乳化，油水变得完全不分离。倒入抹茶粉，抹茶粉是可以溶于油的。用优质的抹茶粉做出来的蛋糕颜色很正，如果用普通的绿茶粉，蛋糕颜色就会偏黄绿色。分2次倒入过筛的低筋面粉，不要用力搅拌，用 Z 字的方法混合，直到见不到干粉。这时的面糊是比较粘稠的。蛋黄分2次加入，每次加入之后尽量不要用力转圈搅拌，以免面粉起筋。混合好的蛋黄糊应该是这样顺滑流动的状态，如果蛋黄糊太干，就会造成和蛋白霜混合的时候很难搅拌，导致消泡。太稀的话，蛋糕也会膨胀不起来。这时开始预热烤箱至150度，在蛋白里倒入少量的柠檬汁，可以让蛋白霜更加的稳定，不容易消泡。也可以用塔塔粉或者白醋来替代。先中高速打发，让空气大量的进入，蛋白很快就膨胀了起来，形成粗泡。加入1/3的细砂糖，中高速打发，蛋白开始出现细泡，搅拌头划过，出现较粗的纹路。加入另外1/3的糖，改成中速，蛋白霜的纹路开始变得细腻。提起搅拌头，出现软塌塌的大弯钩。加入剩余的糖，改成低速，蛋白霜变得更加的细腻有光泽。蛋糕卷要不开裂，蛋白打发成这样的大弯钩就可以了。取1/3的蛋白霜和蛋黄糊混合搅拌，用这样翻拌的方式由下至上的翻搅。如果你在翻拌的过程中看到表面出现很多的小气泡，就说明蛋糕糊已经开始消泡了。原因有很多，一般都是蛋白霜打发不够稳定，或者蛋黄糊太厚，也有可能是翻拌手势的问题。把搅拌好的蛋糕糊倒入剩下的蛋白霜里，翻拌直到见不到一丝的蛋白霜。近距离看一下蛋糕糊，十分的平滑，缓缓的顺滑流动的状态。准备好一个25厘米乘38厘米、2厘米高的前烤盘，垫上油布，可以让底部更加的平整。倒入烤盘里，表面用刮刀抹平，轻震1到2下，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。放在烤箱的中层，先烤20到22分钟，蛋糕膨胀到和烤盘差不多高度，调至165度，烤6分钟，表面上色。取出后马上放在架子上放凉，等摸上去是温热的状态，油脂放在表面，翻面，揭去油布，就出现了很漂亮的毛巾面，盖上一张大一点的油纸，再翻面，先不要揭去纸，以免蛋糕片放凉期间容易变干，导致卷的时候有机会开裂。等蛋糕摸上去和手温差不多了，揭去油脂，脱皮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会涂抹奶油。奶油里加入糖粉和少量的抹茶粉，
中速打发出纹路之后改成低速。抹茶粉很吸水，所以要尽量以低速打发，以免很快打发过度。搅拌头举起，呈这样的直立状就可以了。把头尾两边切成斜角边，抹上一层薄薄的奶油，撒上蜜红豆。开始卷之前，内侧横切几道印痕，不要切断，这样可以方便更容易卷起。借助擀面杖，一边把油脂向上稍稍的提起，带动着蛋糕卷起。擀面杖向蛋糕方向压紧。蛋糕卷的收口应该是在卷的正下方。关于蛋糕卷开裂的几个原因，在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里会有详细的说明。放入冰箱里冷藏1个小时。冷藏之后，切锯两边，切成几小段。蜜红豆颗粒分明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也可以做个简单的装饰，奶油里加入糖粉和少量的抹茶粉，或者加入色素，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中速打发出纹路之后改成低速，搅拌头举起呈短短的直立状，用这个6爪的裱花嘴裱花。最后放上草莓和薄荷叶作为点缀。抹茶蜜红豆蛋糕卷口感绵密松软，抹茶口味十分的清新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妨在家跟着做，然后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。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